你以为北韩只是个神秘又封闭的国家？你能想象吗？在那里，一句话就可能让你全家消失。有人形容，那里更像一座人间地狱，而那些貌似逃出的脱北者，留下了一段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证词。今天，盘点世界之最，带你揭开北韩最可怕的6个真相。第6名，言论禁锢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言论自由被视为基本人权，然而在北韩，说话却可能成为一种严重的风险。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都可能被定义为思想错误，甚至被视为敌对势力的共鸣者。这是一个人们不敢随意交谈的国度，无论是私人通话、家庭对话、日记、阅读书籍，甚至手机内容，都可能成为审查的对象。政府设有专门的思想审查小组，负责监控、举报、惩戒被认定思想偏差的人。人民被鼓励互相监视，学生监视父母，同事监视彼此，整个社会宛如一座无墙监狱。手机虽普及，但仅能使用国内封闭网络，一旦被发现偷偷接触外部资讯，如南韩新闻、海外媒体，就可能面临极严惩处。更可怕的是，北韩政府透过语言规范来统一思想，所有人必须学习特定语句、固定的说法，对领导人的称呼、赞美语气，甚至语法结构都有固定标准。语言不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，而成为服从体制的证明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沉默不一定安全，说话更是一种冒险。北韩数以千万计的人民，却无法选择哪怕一句属于自己的话语。这不只是对资讯的封锁，更是对人的思想与灵魂的掌控。第5名，公开处决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当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废除死刑，或至少停止公开惩戒时，北韩这个封闭至极的政权却仍保留着一项令人震惊的制度：公开处决。只要被指控违反政权规定，即使只是私下观看南韩影剧或听流行音乐，也可能被视为违反思想规范，面临严厉惩处。这并非夸张，而是有真实案例支撑。在2022年，一名22岁的北韩青年因持有与散播南韩影剧与 K-pop 音乐，被依规定判定为思想偏差者，并受到公开惩戒。公开惩戒通常会安排群众到场，包括学生、工人甚至孩童，让大家理解哪些行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。然而，这种做法真正的目的不只是惩戒个人行为，而是透过恐惧与示范，让所有北韩人民明白，只要思想出现偏差，结局只有一个。公开惩戒不仅是惩罚，它是一种心理战，一种灌输服从的教育形式。在北韩，命运有时并不取决于法律，而是一道命令，一个决定。那不是法律的运行，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宣示。第4名，逃亡与饥荒。在北韩，生命的价值似乎连一片飘落的树叶都不值一提。一旦决定离开这片土地，你的命运便如风中残烛，随时可能被困境熄灭。1994年到1998年，北韩爆发所谓苦难的行军，估计有60万到200万人因饥荒与疾病丧生，部分资料甚至指出可能高达300万人。这场灾难催生了首次大规模脱北潮，数以万计人民踏上充满绝望与荆棘的逃亡之路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逃离，寻找哪怕一丝生机。为躲避政府严密监控，脱北者经常在夜色掩护下悄然离开，哪怕面临极大风险，也不愿落入掌控之中。大多数人会选择穿越长达1334公里的中朝边境，边境由北韩军队严密把守，地雷与监视设备随时可能带来危险。即便成功越过边界，另一场考验才刚开始。在中国境内，脱北者无法获得合法身份，只能依靠地下网络或隐姓埋名生存于边缘社区，因此被称为中国西岸的幽灵。统计估计，
中国境内可能有10万至20万名北韩人。然而，逃离北韩并不代表安全。2023年，中国至少遣返约670名脱北者，这些遣返行动也成为无声的恐惧传递。尽管明知前方可能仍是险境，脱北者仍选择穿越中国，翻越边境寻求自由。有人透过地下通道前往东南亚国家，如越南、老挝、泰国，尝试再入境南韩。这段旅程充满陷阱与风险，包括被非法网络盯上、遭拘禁，或被迫承担危险任务，尤其对女性而言更为危险。尽管如此，仍有不少人成功抵达南韩或滞留于第三国。截至2025年初，已有约34300名脱北者定居南韩。新生活的开始，并不代表过去的阴影远去。在异乡，他们仍背负创伤，那些被压抑的记忆依旧在梦里反复上演。在北韩，人民无法自由出境，偷越边境将面临极重惩罚，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代价。脱北不只是离开，而是赌命逃生。失败的人面对的可能是劳改营或公开审判。正如脱北者李贤书曾说，你不知道明天是自由还是一颗彪彪。第3名，3代株连制度。1980年代，一位年轻北韩士兵在信中写下，我不再相信我们的领导人。他的信被同袍检举，当场被带走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但真正的惩罚却从那天起落在了整个家族的头上。在北韩，只要被定为政治犯，你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孩子，甚至还未出生的孙子孙女都可能受到影响。这就是所谓的3代株连制度，血统成为被惩戒的理由。在株连制度下，政府会标记被视为敌对阶层的家庭，这些家庭的成员可能失去升学、就业机会，甚至基本生存的资格。有的家庭被送往偏远地区从事农业工作，终身不得离开；有的则被送往政治管理所，接受强制劳动和约束。他们的罪名甚至可能只是与叛逃者有亲属关系。根据多位脱北者证词，有些孩子仅因父母叛逃，全家便被投入管理所。这些地方成为无声的黑暗空间，让人在人间消失一般。这不是一场审判，而是一种制度化的精神束缚，用血缘牢牢绑住人民的自由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明确指出，北韩的3代株连制度已构成反人类罪行。在这种制度下，没有人能幸免。你不只是为自己活着，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想法都可能牵连到整个家族。3代株连不只是惩罚个人，它是用血缘绑住人民的精神牢笼，让整个社会在沉默与恐惧中维持高度服从。第2名，欢乐小组。1978年，北韩创建了欢乐小组，这个由金日成时代留下的黑暗传统，成为了无数少女悲惨命运的起点。被选为歌舞艺人的女孩，通常在年幼时便被带走，他们的父母会被告知，孩子是为完成国家领袖的重要任务而选拔。从此，这些女孩与家庭一切联系都被切断。听起来似乎是无上光荣，但这一切只是无数少女噩梦的开始。欢乐小组的鼎盛时期，共有2000多名少女被选中，她们来自各地，年纪大多不到20岁。被选中的少女会被秘密带到指定地点，甚至远赴海外，接受最严格的培训，学会如何满足特定需求。根据分工的不同，少女们被划分为3个小组：歌舞组，以表演形式服务高层官员的娱乐需求；幸福组，这些女孩成为按摩师，负责照顾领导的日常生活与需求；满足组，学习特定技能，以提供党政军领袖更全面的服务。金日成和金正日坚信，少女的纯洁和生命力能够增强她们的气，并赋予她们神秘的力量。当少女们到达25岁后，便会被安排退役，表面上看似自由，但退役背后有严格保密义务。
少数女孩最终可能嫁给高层官员，进入管理或成为选拔官员，但无论结果如何，少女们的经历早已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悲剧。欢乐小组的存在提醒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被掩藏的苦难等待着我们去揭开，去关注。第1名，劳改营。在北韩，死亡从来不是最可怕的惩罚，真正令人恐惧的是被投入一个你连名字都无法自由提及的地方——劳改营。这些被官方称为管理所的地方，其实是政治犯的集中管理区。目前公开资讯所能确认的主要营地包括第14、15、16、18、22号等，估算总关押人数介于8万至13万人。国际人权组织多次将这些设施评为当代世界最严苛、最封闭的人权迫害场所之一，外界甚至称之为活人地狱。根据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报告与国际律师文件，北韩政府在这些营地中对人员施行多种严格管理，包括高强度劳动、身体约束、限制生活自由、极度节食管理等。你不需要犯下重大罪行，甚至不需要真正违法，只要言语、思想或家人背景被视为不合规，就可能被送进这些黑暗空间。这些管理所远离都市，四周被山脉围绕，铁丝网与哨塔密布，里头没有传统审判，没有明确期限，也没有人权保障概念。在这里，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而是一个被完全约束的个体。人员被迫从事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，日复一日，全年无休，每一餐都非常有限，每一次休息都短暂且紧张。营内还存在一种连带管理制度，如果有人试图逃离，整个小组都会受到影响，从劳动量增加到限制食物与自由等多方面管理。目的是让每个人不仅害怕自己出现偏差，也会警觉他人。根据脱北者证词，营内充满着活着却无自由的人们。许多孩子从出生就进入管理所，从未见过墙外的世界。他们的童年不是学习与游戏，而是严格管理与劳动。这里没有医疗保障，没有教育资源，没有真正的希望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约束与提醒。你曾被认定为不符合政权规范。这种环境不是1天2天，而是长期甚至终身的控制。许多人一关就是10年、20年，直到老去。这些管理所存在至今，不是因为个人无法赦免的错，而是作为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和威慑的工具。在这个国家，惩罚不是纠正，而是掌控与震慑，让人民明白，思想不符合规范也会被制约。你无法自由提问，无法反驳，无法离开。很多人从未听闻这些故事，因为真正走出管理所的人极少。少数脱北者冒着风险揭露这些真相，他们用破碎的记忆重现出我们无法想象的世界。这不是为控诉，而是为记住，当人被剥夺一切尊严与自由，活着真的可能比死亡更沉重。在北韩，这些故事构成了现代社会最深的阴影。